经穿书系统绑定成功，主线任务匡扶大业实现3年，成功奖励返回现代，失败惩罚万古噬心，魂飞魄变。好家伙，别人穿越金手指，我穿越直接地狱难度，坚持住，不能死！活了26年，连个对象都没谈过。还有气。沈渊，顾长渊，警卫指挥使，袁深的死对头。顾大人，救我！丁，攻略对象顾长渊好感度+5，当前好感度-45。从今天开始，换一种活法。顾长言，26岁，寒门出身，23岁官至锦衣卫指挥使，满朝文武背地里骂他是天子养的疯狗。行了，沈氏毒命倒是硬，毒酒穿肠伤贯胸，被扔在雪地里冻了大半天，居然还能活过来。大概是老天爷觉得我命不该绝吧。沈渊，你从前见到我恨不得绕道走，今天怎么转了性，主动求我救你？顾大人，人要死了，还顾得上什么面子？从前是我不知好歹，如今死过一次才明白，什么都没有活着重要。你倒是想得开，吃吧，别死在我手上。晦气！好感度+5，-40的好感度，至少说明他对我并非毫无波澜。锦衣卫指挥使，天子近臣，如果能得到他的庇护，顾大人，我在城外追了一路，你倒是跑得快。沈渊，你不是死了吗？裴小将军，别来无恙啊！丁，攻略对象裴时恒好感度+10，当前好感度-20。裴小将军，别来无恙啊！丁，攻略对象裴时恒好感度+10，当前好感度-20。-20，比顾长渊的-40好点。从负分开始，这事儿我有经验。你怎么弄成这副鬼样子？谁干的？清醒一点，这是个一言不合就拔刀的主，不是什么毛绒的小动物。说来话长，裴小将军若是有兴趣，改日我再慢慢讲。今日实在没有力气了。你救的他，路上捡的。去把军医叫来，带上最好的伤药。完了，这趟浑水比我想象的深得多。该不会还有第3个吧？三皇子萧景忍，袁深对他是动了真心的，他从未说出口，直到死都没有让任何人知道。老天爷，你是不是在玩我？看什么看？你要是死在这儿，本将军还得负责给你收尸，麻烦的很。谢谢。权臣、名将、皇子，每一个都不好惹，稍有不慎，便是万劫不复。明明想说什么，却硬生生憋了回去。顾长渊从不会做没有目的的事，他到底在图什么？沈氏毒师在想什么？在想顾大人为什么要救我？你从前不会顾大人，你从前叫我顾长渊，连名带姓，
半分客气都不想。顾长渊敢这么跟锦衣卫头子说话的，满京城找不出第二个。从前我以为这世上总有公道，现在我知道了，什么公道，什么热血，都不如活着重要。那个周世安是我的人，但他贪污是真的，你弹劾他也是真的。我当时恨的不是你动了我的人，是你动了之后连一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。满朝文武恨我是因为怕我，你沈烟不一样，你怕我，你是看不起我。我死过一次才明白，这世上多的是身不由己。顾大人能走到今天，靠的是自己一步一步拼出来的，这样的人值得尊重。丁，攻略对象顾长渊好感度加15，当前好感度-25。你倒是变了不少。人都是会变的，尤其是在死过一次之后，表面冷硬如铁，内心渴望认可，攻心为上，这条路走得通。3个月前，袁深就是从这扇门被押出去的，满身镣铐，万人唾骂。如今回来了，悄无声息，像一只见不得光的老鼠。在事情没有眉目之前，你暂且住在这里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要踏出院门一步。沈渊已死这件事，满京城都知道，你要是被人认出来，我也保不住你。多谢顾大人。你早就准备好了，在你昏迷的时候让人收拾的。这里以前是我养伤的地方，没有人知道。你安心住下，1日3餐会有人送来。这是我的私人令牌，万一有着什么变故，亮出这块牌子，锦衣卫的人不敢动你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帮我？大概是因为这个世上像你这样的人，死一个就少一个。丁，攻略对象顾长妖好感度+5，当前好感度-10。他在现代活到26岁，从不依靠任何人，可现在忽然有人对他伸手，不是怜悯，不是算计，而是一句像你这样的人，死一个就少一个。你长得这么好看，怎么就把自己混得这么惨呢？慢慢来，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。恢复的不错。你长得这么好看，怎么就把自己混得这么惨呢？沈渊，我来看看你伤势恢复的如何。裴小将军，这里是锦衣卫的地盘，你就这么闯进来？锦衣卫怎么了？顾长渊人拦过我3回了，哪回拦住了？裴小将军，男男授受不亲，谁要碰你了？本将军是怕你伤重死在顾长渊，到时候还得算我责任。给你的，北英那边产的，不是什么稀罕东西，我就是路过顺手带了一只，你别多想。谢谢，我很需要这个。你当然需要，看看你那副半死不活的样子，风一吹都能倒。你以前好歹还能在朝堂跟我吵架，现在连说话都有气无力的，丢不丢人？去年腊月你骂我有勇无谋，我气得砸了一屋子东西。前年秋天你说我只知瞻不知安民，我好几天没睡着觉，你都忘了？记得，是我口不择言了。裴小将军保家卫国，浴血沙场，是大梁的脊梁。我那些话太过分了。你以前虽然讨厌，但至少活得好好的。现在你不那么讨厌了，却把自己弄成这样。沈渊，你从前眼里只看得到三皇子，现在还是这样吗？把他藏在锦衣卫，等于把放在火上烤。
太后的人已经摸到片外围了，当你的暗哨使铁吗？难道放你那儿？北京军里有太后的人，你比我清楚。上次军报泄露的事儿，你查出来了吗？没查出来之前，你不配跟我谈保护她。我查出来之前，你最好别让她出事。去禀告太后，沈渊还活着，在查青玉运配案。哼，让他查，查得越深越好。有些真相，他承受不起。太后在宋怀瑾身边安插了人，专门负责传递沈英一案的内部消息。那人在三皇子府里。萧青燕知不知道他处里养着太后的蛇？殿下，北京军那边抓了个人，供出我们府里有太后的暗桩。加派人手盯着那个暗桩，不要打草惊蛇。这宅子里外搜了3遍了，还能藏在哪儿？少废话，再搜一遍。大人交代过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出来吧，躲了这么久，不累吗？阁下是顾长渊没跟你提过我？也是，他大概不太愿意提我。在下顾兰州，顾长渊的算是弟弟吧。顾公子好身手，在下多谢救命之恩。不客气，不过我不是来救你的，我是来拿那个的。里面有一份密函，太后和我兄长之间往来的信件。信里的内容说大不大，说小不，就是提了几句子册立的事。这东西要是被翻出来，固然难办，太后那边也不好过。你拿着它，只会招来杀身之祸。顾公子说笑了，这包裹里装的是我沈家的私人物件，并没有什么密函。沈渊，你知道我最欣赏你什么吗？你明明怕得要死，却还要硬撑。这种又怂又倔的模样，比传闻中那个清冷高傲的沈诗人有趣多了。东西我可以不要，不，你得欠我人情。欠我的，不是欠我兄长的，记住了。沈渊，下次见面的时候，记得还我人情。太后娘娘，今夜良辰美景，臣斗胆献上一诗，为太后与陛下助兴。宋清的文采，宗今日既有雅兴，哀家洗耳恭听。暮雪压青松，孤鸢堕碧空。折翅犹未死，何不栖梧桐？宋学士以鸢自喻倒是有趣，不过本官记得，鸢这种鸟飞得太高了，容易摔死。宋学士以为呢？顾大人说的是，不过下官诗中那只鸢折翼之后并未摔死，想来是落在了什么人的屋檐下，得了庇护。这倒让下官想起另一桩旧事来。3年前，下官有一位挚友写过2句诗，愿为西南风，长逝入君怀。后来下官整理遗物，发现那诗下面还有一行小字，至情也。宋学士，先人已故，死者为大，在太后娘娘的宫宴上拿故人的私隐说事，恐怕不太合适。三殿下恕罪，臣一时感慨，口不择言了。罢了罢了，都是些陈年旧事。宋清的诗念得不错，哀家很喜欢。来人，赐酒。渊，渊，真的是你？你怎么舍得？连我都不认。